歌剧魅影，加斯东勒鲁。第21章，在歌剧院的地下室，举起手来，准备开枪。拉乌尔的同伴赶紧重复道。在他们身后，墙壁旋转了一整圈，又重新关上了。两个人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屏住呼吸。在那片黑暗中，一片寂静笼罩着，没有任何声音打破。最后，波斯人决定行动。拉乌尔听到他跪在地上，用手在黑暗中摸索着什么。突然，在年轻人面前，黑暗被一盏小巧的遮光灯谨慎地照亮了。拉乌尔本能地后退一步，仿佛要躲避某个秘密敌人的探查，但他立刻明白，那光亮来自波斯人，他正紧随着波斯人的动作。那个小小的红色光盘细致地扫过墙壁，上下左右地照亮着他们周围。那些墙壁，右边是实体墙，左边是木板隔墙，上下都是地下室。拉乌尔心想，克里斯蒂娜那天去追寻音乐天使的声音时，一定也走过这条路。这必定是埃里克前来迷惑克里斯蒂娜那善良纯真之心时常走的路。拉乌尔记着波斯人的话，认为这条路是幽灵自己神秘建造的。然而，他后来才知道，埃里克发现这条秘密通道时，他仿佛是为他准备好的一样。长久以来，只有他知道这条通道的存在。这条走廊是在巴黎公社时期建造的，目的是让狱卒把囚犯带到他们在酒窖里建造的地牢。因为联邦军在3月18日后立刻占领了这座建筑，并把它上层部分改造成了负责向各省散发煽动性公告的热气球出发点，而下层部分则变成了一座国家监狱。波斯人跪了下来，把他的灯笼放在地上。他似乎在找什么东西。突然，他遮住了灯光。然后拉乌尔听到一声轻微的摩擦声，看到走廊的地板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暗淡的方形光亮，仿佛一扇窗户刚刚在歌剧院仍然亮着灯的下层打开了。拉乌尔看不见波斯人，但他感觉到他在身边，并察觉到他的呼吸。跟着我，完全照我做的做。拉乌尔被带到那个发光的天窗前，他看见波斯人再次跪下，双手抓住天窗的边缘，让自己滑了下去。波斯人用牙齿咬着手枪。奇怪的是，子爵完全信任波斯人，尽管他对波斯人一无所知，而且他大部分的话语只会给整个冒险事件增添更多的黑暗，但他毫不怀疑，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波斯人是站在他这边对抗埃里克的。当波斯人谈到那个怪物时，他的情绪显得很真诚，他所表现出的关心在他看来并不可疑。最后，如果波斯人想对拉乌尔不利，他就不会给他武器。此外，说到底，难道不是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找到克里斯蒂娜吗？拉乌尔别无选择。即使不被波斯人的意图所说服，如果他犹豫了，这个年轻人也会把自己看作是最卑鄙的懦夫。轮到拉乌尔了，他跪下来，双手抓住火板门的边缘，完全松手。他听到吩咐，然后掉进了波斯人的怀里。波斯人立刻命令他趴在地上，重新关上了他们头顶上的火板门。拉乌尔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然后躺在了子爵身边。他想问他一个问题，但波斯人的手按住了他的嘴。他立刻听到一个声音，他认出那是刚才审问他的警察专员的声音。两人此刻正躲在一道完美遮挡他们的隔板后面。附近，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向一个小房间，专员一定正在那里踱步问话，因为可以同时听到他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周围的光线很暗，但是
从上面那条秘密走廊浓重的黑暗中出来后，拉乌尔毫不费力地就能分辨出周围的物体。当他突然看到3具尸体时，忍不住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第一具尸体躺在通往专员所在房间门后的那段小楼梯的狭窄平台上，另外2具则在楼梯下面，双臂交叉。如果拉乌尔把手指伸过遮挡他们的隔板，就能碰到其中一个不幸者的手。安静，波斯人又低声说道。他也看到了那些尸体，只用1个字就解释了一切。他现在可以更清楚地听到专员的声音了。他正在询问关于照明系统的情况，舞台监督正在向他解释，专员一定在配电室，或者在其附属房间里。与人们可能认为的相反，当涉及到歌剧院时，配电室并非用来演奏音乐的。在那个时代，电力仅用于某些非常有限的舞台效果和电铃。巨大的建筑和舞台本身仍然使用煤气照明，而布景的照明则总是用氢气来调节和改变。这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装置完成的，由于其管道众多，人们称之为管风琴式配电盘。在提词箱旁边有一个为灯光总管准备的壁龛，他从那里向他的员工发出命令，同时监督他们的执行。莫克莱尔在每次演出时都待在这个壁龛里。然而，莫克莱尔不在他的壁龛里，他的员工也不在他们的岗位上。莫克莱尔，莫克莱尔！舞台监督的声音此刻在地下室回荡，如同鼓声一般，但莫克莱尔没有回答。我们已经说过，有一扇门通向一段从第2个地下室升起的楼梯。专员推了推它，但门纹丝不动。哦，他说，您看，舞台监督先生，我打不开那扇门，它总是这么难开吗？舞台监督用力推了一下门，他意识到，他同时也在推一个人的身体，忍不住惊呼一声。他立刻认出了那个人，莫克莱尔。所有跟随专员参观配电室的人都焦急地围了上来。真不幸，他死了，舞台监督呻吟道。但是米弗罗伊专员，他从不轻易惊讶，已经俯身在那具庞大的身体上。不，他说，只是他喝得酩酊大醉。他说，这可不一样。那可是头一回，舞台监督宣称。那么，他们给他下了麻醉药，很有可能。米弗洛伊站起身来，又下了几个台阶，惊呼道：“看！”在红色灯笼的照耀下，楼梯脚下还躺着另外2具尸体。负责人认出了莫克莱尔的助手，米弗罗伊走下去，检查了他们。他们睡得很熟，他说：“奇怪。”我们不能怀疑有陌生人介入了照明部门，而且那个陌生人无疑是为绑架者工作的。但是，在舞台上绑架一位艺术家，真是奇怪的想法。这是自找麻烦，我敢肯定。快去找剧院的医生，米弗洛伊重复道。奇怪的案件，非常奇怪。之后，他回到了小房间里，对2个人说话。从拉乌尔和波斯人所在的位置，他们看不到这2个人。你们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先生们？他问道。你们是唯一没有发表意见的人，然而你们应该有一个大致的想法。然后，在楼梯平台上，拉乌尔和波斯人看到2位经理那惊愕的脸庞向前探出，在平台上只能看到他们的轮廓。并听到了蒙沙曼激动不已的声音。今天这里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专员先生，我们无法给出任何解释。然后2个轮廓消失了。感谢你们提供的信息，先生们，米弗罗伊用讥讽的语气说道。
但是舞台监督此刻下巴正托在他右手的掌心，这表示他正在进行深刻的思考，说道：莫克莱尔在剧院里睡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发现他在他的壁龛里打鼾，旁边放着他的鼻烟盒。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吗？米弗罗伊先生问道，同时仔细地擦拭着他双筒望远镜的镜片，因为这位专员像世界上许多视力最好的人一样，也是近视眼。天哪！不久前舞台监督说：您看，是那天晚上。是的，肯定就是卡洛塔发出那声著名的呱声的那天晚上，您知道的，专员先生。卡洛塔发出那声著名的呱声的那天晚上。米弗罗伊先生重新把那副透明镜片的双筒望远镜架在鼻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负责人，仿佛想猜透他的心思。那么莫克莱尔吸鼻烟，他用漫不经心的语气问道。当然，专员先生，您看，就在那里，那个架子上，就是他的鼻烟盒。哦，他吸很多。我也是，米弗罗伊先生说道，然后把鼻烟盒放进了他的口袋里。拉乌尔和波斯人目睹了5台机械师前来搬走那3具尸体的过程，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存在。专员跟着他们，所有人都跟着他上了楼。片刻之间，可以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在舞台上回响。当他们独自一人时，波斯人示意拉乌尔站起来，拉乌尔照做了。但是，因为他没有像波斯人那样再次举起手，与眼睛同高，准备开枪，波斯人建议他重新摆好那个姿势，并且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但这会徒劳地使手疲劳，拉乌尔低声说，如果我开枪，也不会有把握。那就换只手拿枪。波斯人让步道。我不会用左手开枪。对此，波斯人用一句奇怪的声明回答道，这番话显然无助于澄清这个年轻人混乱的头脑。问题不在于用左手还是右手开枪，问题在于要让一只手摆出准备扣动扳机的姿势，手臂半弯。至于手枪本身，毕竟你可以把它放在口袋里。他又补充道，这一点要弄清楚，否则我不负责任，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现在，安静，跟着我。他们当时在第2个地下室，拉乌尔只能借着几盏固定在玻璃罩里的零星散布的蜡烛的微光，瞥见那片奇特、崇高而又幼稚的深渊的一小部分。它像一个木偶剧院一样有趣，又像一个深渊一样可怕，构成了歌剧院的地下室。它们非常可怕，共有5层。它们复制了舞台的所有平面图、活板门和机关。那里的升降口被轨道所取代，巨大的横梁支撑着活板门和机关。这些横梁支撑在铸铁或石头、底座或帽石上，形成一系列支架，以便让荣耀装置和其他组合或机关自由通过。通过铁钩将这些装置连接起来，并根据当时的需要赋予它们一定的稳定性。手动绞盘、卷筒和配重物在地下室里随处可见。它们用于操纵大型布景、进行场景转换，以及让魔法师的角色突然消失。X、Y、Z 先生们，他们曾对加尼埃的作品进行过非常有趣的研究，曾说过，正是在地下室里，丑陋的侏儒变成了英俊的骑士，可怕的女巫变成了青春焕发的仙女，撒旦时而从地下室出来，时而又沉入其中，地狱之光从那里逃逸，恶魔的合唱团占据了他们，而幽灵们则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漫步。拉乌尔跟随着波斯人，严格遵守着他的建议，没有试图理解他命令他做的手势。他告诉自己，他只剩下波斯人这唯一的希望了。
如果没有他的同伴，他在那个可怕的迷宫里会怎么样？他难道不会被那些横梁和绳索挡住去路吗？他难道不会被那张巨大的蜘蛛网困住吗？而且，即使他能够穿过那张由金属丝和配重物组成的、不断出现在他面前的网，他也可能掉进那些不时在他脚下裂开的洞里。那些洞的黑暗底部是他的目光无法触及的。他们下降，继续下降。现在他们在第3个地下室。他们仍然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全靠一些遥远的灯光指引。他们下降的越多，波斯人采取的预防措施就越多。他不停地转向拉乌尔，并建议他遵循他的指示，指点着他如何摆放那只现在没有武器，但始终准备好开枪的手，就好像他手里还握着一把手枪一样。突然，一个雷鸣般的声音让他们僵住了。有人在他们头顶上喊道：“所有关门人都到舞台上去，警察专员正在召集他们。”可以听到脚步声，一些阴影在阴影中划过。波斯人把拉乌尔带到一个布景后面，他们看到一些因年老和歌剧院布景的重压而弯腰驼背的老人从离他们头顶很近的地方经过。有些人几乎站不稳，另一些人习惯性地背部弯曲，双手向前伸，寻找要关的门。这就是关门人，一些因年老体衰而被仁慈的经理们怜悯的老舞台机械师，他们被派去负责地下室和屋顶上的门。他们不停地从舞台的上方到下方来回走动，关门。在那个时代，人们也称他们为捕风者，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现在都已经去世了。气流，无论来自何方，对声音都非常不利。波斯人和拉乌尔对这起事件感到庆幸，因为它使他们摆脱了讨厌的目击者。因为有些关门人既无事可做，甚至也没有住所，出于懒惰或需要而留在歌剧院里，并在那里过夜。他们可能会碰到他们，吵醒他们，并不得不做出解释。米弗罗伊先生的审问使我们的2个同伴免于那些不幸的遭遇，但是他们不能享受太久的孤独。现在，另一些阴影沿着关门人上去的同一条路下来，这些阴影中的每一个都带着一个小灯笼，他们摇晃着灯笼，上下移动，检查着周围的一切，并且看起来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哦，波斯人低声说，我不知道他们在寻找什么，但他们可能会找到我们。我们逃跑吧！快点！先生，手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开枪。手臂再弯曲一些，就这样。手掌与眼睛齐平，就像在决斗时等待开火的命令一样。把你的手枪放在口袋里。快点，我们下去吧。他把拉乌尔拖到第4个地下室，与眼睛齐平。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从这里，从这个楼梯，他们到达了第5个地下室。啊，多么棒的决斗啊，先生！多么棒的决斗啊！波斯人到达第5个地下室时，松了一口气。他似乎比以前在第3个地下室停下时感到更安全一些。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手的姿势。拉乌尔又有时间感到惊讶了。此外，没有做任何新的评论，没有任何评论，因为说实话，现在不是对那种包括将手枪放在口袋里，而手仍然准备好使用它，就好像手枪仍然在手中一样，与眼睛齐平。这是当时决斗中等待开火命令的姿势的个人防御的非凡概念感到惊讶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拉乌尔确信记得他曾说过，这些是我可以放心的手枪。由此，他似乎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以下结论：既然
他不打算使用这些手枪，那么他对这些手枪感到放心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波斯人阻止了他模糊的思考，示意他停下来后，他又爬上了他们刚刚离开的楼梯的几个台阶，然后他迅速回到拉乌尔身边。我们太傻了，他低声说，我们很快就会摆脱那些灯笼的影子，他们是消防队员在巡逻。然后这两个人至少保持了5分钟的防御姿势，之后波斯人把拉乌尔拖向他们刚刚下来的楼梯，但是突然他做了一个手势，再次命令他保持不动。在他们面前，黑暗在移动。趴下！波斯人低声喊道，两个人都倒在了地上。幸好及时。一个影子，这次没有带任何灯笼，只有一个影子在阴影中经过。他离他们如此之近，以至于可以碰到他们。他们感觉到了他斗篷带起的暖风，吹拂着他们的脸颊。因为他们能够清楚地辨认出他，足以看到那个影子穿着一件从头到脚裹住他的斗篷，头上戴着一顶软毡帽。他走远了，脚蹭着墙壁，有时在角落里踢墙。呼！波斯人说，我们逃过了一劫，那个影子认识我，而且已经2次把我带到经理的办公室了。是剧院的警察吗？拉乌尔问道。比那更糟糕的人，波斯人回答说，没有做更多的解释。不会是他吧？如果他不是从后面来的，我们会先看到他金色的眼睛，那是我们在黑暗中的小小优势。但是他可能会从后面来，像狼一样悄无声息。如果我们不总是把手像要开枪一样举起来，与眼睛齐平，向前伸着，我们就死定了。波斯人还没有说完他的建议，一个奇异的身影就出现在两个人面前。一个完整的身体，一张脸，不仅仅是2只金色的眼睛，而是一张发光的脸，一个燃烧的身影。是的，一个燃烧的身影，像一个人一样高，向前移动，但是没有身体。那个身影散发着火焰，在黑暗中，它看起来像一个人形的火焰。哦，波斯人在牙缝里说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消防队长没有疯，他也见过他。那些火焰是什么？不是他，但很可能是他拍他来的。小心，小心，把手放在眼睛的高度，看在您最珍视的东西的份上，在眼睛的高度。那个燃烧的身影，带着地狱般燃烧恶魔的外表，仍然像一个人一样高，没有身体，在2个惊恐的人面前前进。也许他把这个东西派到我们前面，是为了更好的从后面或者从侧面让我们措手不及。和他在一起，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知道他的很多诡计，但是这个我还不知道。我们逃跑吧，为了谨慎起见，只是为了谨慎起见。手在眼睛的高度。他们2人一起沿着在他们面前展开的地下走廊逃跑。几秒钟的奔跑之后，感觉像是漫长的几分钟，他们停了下来。真奇怪，波斯人说，他很少来这里，他对这一边不感兴趣，他既不通向湖，也不通向湖边的房子。但是也许他知道我们正在追踪他，尽管我答应过他让他安静，不再干涉他的事务。说到这里，他转过头，拉乌尔也转过头。他们突然看到燃烧的头颅在他们身后。他一直在跟着他们，他一定也在跑，而且可能比他们跑得更快，因为他们觉得他已经靠近了。他们同时开始分辨出一种声音，他们无法猜测其来源，
他们只是意识到，这种声音似乎随着火焰人形的移动和靠近而移动和靠近，那是嘎吱嘎吱的声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摩擦声，就像成千上万的指甲刮擦黑板一样，产生一种绝对无法忍受的声音，类似于有时由于粉笔条中夹着的小石子在黑板上摩擦而产生的声音。他们继续后退，但是火焰人形前进，继续前进，追赶着他们。现在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它的特征：眼睛是圆形的，而且固定不动，鼻子有点歪，嘴巴很大，下唇呈半圆形悬挂着。它们让人想起月亮的眼睛、鼻子和嘴唇。当月亮是完全红色、血红色的时候，那个红色的月亮怎么能在黑暗中滑行，像一个人一样高，没有任何支撑，没有身体来支撑它，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它怎么能走得这么快，直线前进，眼睛如此固定，如此固定？所有那些它拖在身后的嘎吱嘎吱、吱吱呀呀、敲击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最后，波斯人和拉乌尔无法再后退了。他们紧贴着墙壁，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任由那个难以理解的火焰身影摆布。尤其是现在，声音更强烈、更生动，非常众多，因为毫无疑问，这种声音是由数百个在黑暗中搅动，在火焰头颅下的小声音产生的。火焰头颅继续前进，它已经到了，带着它的噪音。他已经和他们在一起了。两个同伴紧贴着墙壁，感到毛骨悚然，因为他们现在知道那成千上万的噪音是从哪里来的了。他们成群结队地前进，在阴影中滚动着，形成无数细小而紧密的波浪，比涨潮时在沙滩上奔跑的波浪更快。那些在月光下，在火焰月亮头颅下奔跑的夜间小波浪。小波浪在他们的腿间划过，爬上他们的腿，势不可挡。然后，拉乌尔和波斯人无法抑制他们因恐惧、惊吓和痛苦而发出的尖叫声。他们也无法继续将手保持在眼睛的高度，那是当时决斗中开火命令下达前的姿势。他们的手落到腿上，以驱赶那些带着尖锐东西的微小光亮波浪，那些充满了腿、指甲、爪子和牙齿的波浪。是的，是的，拉乌尔和波斯人几乎要像消防队长帕潘一样昏倒了。但是火焰头颅听到他们的叫声后，转过身来看着他们，然后他对他们说话：“别动，别动，尤其是别跟着我，我是灭鼠人，让我和我的老鼠一起过去。”火焰头颅突然消失了，消失在黑暗中，同时在他面前，走廊在远处被照亮。这要归功于灭鼠人转动他的遮光灯所做的动作。以前，为了不吓跑老鼠，他把灯转向自己，照亮自己的头。现在，为了加快他的逃离速度，他照亮了他面前的黑色空间。然后他跳了起来，拖着成群结队的老鼠，爬行的嘎吱嘎吱响的成千上万的声音。波斯人和拉乌人被释放了，呼吸着，尽管仍然颤抖着。我应该记得埃里克跟我说过灭鼠人的事，波斯人说，但他没有告诉我他长这个样子。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他。我以为这是怪物的把戏之一。他叹了口气，但是不，他从来不来这些地方。我们离湖很远吗？拉乌尔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我们去湖边吧。我们去湖边吧。当我们到达湖边时，我们会呼唤，我们会敲打墙壁，我们会尖叫。克里斯蒂娜会听到我们的，她也会听到我们的。如果你认识她，我们会和她谈谈。别幼稚了，波斯人喊道。我们永远不会从湖上进入湖边的房子。为什么不呢？
因为他在那里积累了他的所有防御，即使我也无法到达另一边。到达房子的岸边，首先必须穿过湖。我向你保证，他受到很好的保护。我担心那些失踪的旧舞台机械师，那些关门的老人，只是试图穿过湖。太可怕了，我也差点留在那里。如果怪物没有及时认出我，一个建议，朋友，永远不要靠近湖，尤其是如果你听到水下传来歌声、人鱼之声，捂住你的耳朵。但是那么，拉乌尔带着激动、不耐烦和愤怒的情绪回答说：“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如果你不能为克里斯蒂娜做任何事情，至少让我死在寻找她的路上。”波斯人试图安抚年轻人：“我们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拯救克里斯蒂娜达埃，相信我，那就是在怪物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进入那座房子。你认为我们能做到吗？如果我没有这个希望，我就不会来找你。我们怎么才能进入湖边的房子而不经过湖呢？从第3个地下室，我们刚才不幸地被赶了出来。先生，我们现在就回到那里。我告诉你，先生，波斯人突然改变了声音说道，我告诉你确切的位置，它位于一些布景和一个被遗弃的拉合尔国王的布景之间，就在约瑟夫·布盖死亡的地方。啊，是那个被发现吊死的舞台总管吗？是的，先生，波斯人用一种奇特的语气补充道，而且他的绳子一直没有找到。走吧，加油，出发吧，先生，再次将手放在警戒位置。但是我们现在在哪里？波斯人不得不再次打开灯，他将光束指向2个呈直角相交的宽阔走廊，它们的拱顶消失在远处。我们一定在，他说，在为供水部门准备的部分，我没有看到来自锅炉的任何火焰。他走在拉乌尔前面，寻找道路，在经过一些水管工时，突然停下来。之后，他们不得不躲避一个刚刚熄灭的地下锻造厂的光芒。拉乌尔认出了克里斯蒂娜在第一次被绑架那天，在他的第一次旅行中瞥见的恶魔。他们渐渐地回到了位于舞台下方的那个巨大的地下室。他们当时一定位于水箱的底部，深度很大。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已经在首都整个区域的水层下方挖掘了15米，并且不得不排出所有的水，为了了解抽出的水量，必须想象一个像卢浮宫庭院一样大的表面，其高度是巴黎圣母院塔楼高度的1倍半。无论如何，他们必须保留一个湖。这时，波斯人摸了一下墙壁，说：“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可能是湖边宅邸的墙壁之一。”他于是敲击水箱的一面墙壁，向读者介绍他们是如何建造水箱底部和墙壁的，也许并非全无用处。为了防止建筑物周围的水与支撑整个剧院机械装置框架的墙壁直接接触，这些结构的木工、金属构件和油漆都必须与潮湿隔离。建筑师不得不在所有地方建造一个双层外壳。建造这个双层外壳的工作花了1整年的时间。波斯人在敲击第一个外壳的墙壁时，向拉乌尔讲述了湖边宅邸的故事。对于熟悉这座建筑结构的人来说，波斯人的姿势表明，埃里克的神秘房屋是在由厚木桩墙、巨大的水泥层和另一堵几米厚的墙组成的双层外壳中建造的。在波斯人身后，拉乌尔紧贴着墙壁，贪婪地听着。但是他什么也没听到，除了远处在剧院高处地板上发出的脚步声。波斯人又关掉了他的灯笼。小心，他说，小心你的手，现在要非常安静，因为我们将尝试进入他的房子。他把他拖到他们之前下来的楼梯上，他们再次爬上去，
在每个台阶上停下来，窥视阴影和寂静。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第3个地下室。然后波斯人示意拉乌尔跪下，就这样跪着爬行，用一只手，另一只手仍然保持在指示的位置。他们来到了后面的墙壁，靠在那堵墙上的是一块被遗弃的拉合尔国王布景的巨大画布。就在那个布景旁边是一个吊杆，在布景和吊杆之间，没有比一个身体更大的空间了。一个像有一天被发现吊着的身体，约瑟夫·布盖的身体。波斯人仍然跪着，停了下来。他听着，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犹豫了，看着拉乌尔，然后他的眼睛固定在上面，在第2个地下室，从那里传来一盏灯笼的微弱光芒，光芒从2块木板之间渗透出来。显然，那道光芒让波斯人感到不安。最后，他低下头，下定了决心。他滑入了吊杆和拉哈尔国王的布景之间，拉乌尔紧随其后。波斯人空着的手摸索着墙壁，拉乌尔看到他用力地靠在墙上，就像他在克里斯蒂娜的更衣室里靠在墙上时所做的那样。然后一块石头倾斜了，现在墙上有一个洞。这一次，波斯人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并示意拉乌尔也这样做。他上了膛，果断地，并且仍然跪着，他进入了那块石头倾斜后在墙上留下的洞。拉乌尔本想先过去，但他不得不满足于跟随他。这个洞非常狭窄，波斯人几乎立刻停了下来。拉乌尔听到他在摸索着他周围的石头，之后他再次拿出他的灯笼，向前倾。他检查了下面的东西，并立刻关掉了灯笼。拉乌尔听到他叹了口气说：“我们将不得不悄无声息地掉下几米，脱掉你的短靴。”就他而言，波斯人已经在进行这项操作。他把他的鞋子递给了拉乌尔，把它们放在墙边。他说：“弟弟，我们出去的时候会捡起来。”波斯人向前走了一点，之后他完全转过身来，仍然跪着，就这样面对着拉乌尔。他对他说：“我将用我的手抓住石头的边缘，然后掉进他的房子里。之后你也要做完全一样的事情，不要害怕，我会用我的手臂接住你。”波斯人做了他所说的事情，拉乌尔立刻听到了一声沉闷的声音，这显然是波斯人掉落时发出的。年轻人颤抖了一下，担心那声音会暴露他们的存在。然而，真正让拉乌尔感到焦虑的并非那个声音，而是没有声音。为什么？如果按照波斯人的说法，他们刚刚进入了湖边的宅邸，却没有听到克里斯蒂娜的声音，没有一声尖叫，没有一声呼唤，没有一声呻吟。天哪，他们来得太晚了吗？拉乌尔用膝盖摩擦着墙壁，用紧张的手指抓住石头，也掉了下去。他立刻感觉到有人拥抱了他。是我，波斯人说，安静。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听着。在他们周围，夜晚从未如此浓黑寂静，从未如此沉重，如此可怕。拉乌尔把指甲掐进嘴唇里，以免喊出：“克里斯蒂娜，是我。如果你没有死，就回答我，克里斯蒂娜。”最后，灯笼的游戏又开始了。波斯人将光束射过他们的头顶，照向墙壁，寻找他们进来的洞，但没有找到。乌奇，他惊呼道：“那块石头又自己关上了。”灯笼的光束沿着墙壁向下移动，直到到达地面。波斯人弯下腰，捡起一样东西，一种类似绳索的东西，
他检查了几秒钟，然后惊恐地扔掉了它。旁遮普套索，他低声说：“那是什么？”拉乌尔问道。这可能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上吊绳，波斯人回答道，打了个寒战。突然，他被一种新的焦虑所控制，他用他的小红灯笼扫视着墙壁。奇怪的是，它照亮了一棵树干，它看起来仍然活着，连树叶都还在。那棵树的树枝沿着墙壁向上延伸，消失在天花板上。由于发光盘很小，一开始很难弄清楚事情有很多树枝，然后是一片叶子，还有一片，旁边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光束似乎在反射自己。拉乌尔把手划过那个东西，划过那个反射。看，他说，墙是一面镜子。是的，一面镜子，波斯人带着激动说道。他又补充道，用握着手枪的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我们掉进了刑讯室，